当韩国某食堂因中国留学生不慎多拿一片肉而使用3种语言对其大加批判时，很多人才发现这个发达国家居然连吃肉自由都远没有实现。虽然在当时还有人觉得嘲讽韩国吃不上肉类似于台湾嘲笑大陆吃不起茶叶蛋，然而当尹锡悦在今年决定进一步削减韩军伙食时，看着还不如火锅店小料区的用餐标准，不管是黑韩国的人还是吹韩国的人都集体陷入了沉默。韩国的人均 GDP 早在30年前就达到了中国今天的水平，同时也早就是世界银行认证的发达国家，为何时至今日连最基本的吃都没有解决？透过韩国饮食，你才会知道韩国发达国家的身份、水分能大到何种程度。与其说韩国人吃不上肉这句话是错的，不如说这句话不够准确。真正准确的结论是，其实韩国的人均 GDP 在现代长期数倍优于中国。然而在韩国的饮食结构中，肉食占比自始至终都比不上中国。这个自始至终不是指21世纪，至少可以说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朝鲜半岛南部在吃这件事上始终都是抠抠缩缩的。很多人为了否定韩国人吃不上肉这件事，总会以一个最基本的数据反驳，那就是各种渠道统计测算的人均肉类消费量。而在各种渠道中传播最广泛的又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给出的按国别年度肉类消费量。在2022年的数据当中，联合国粮农组织给出的数据是韩国人人均肉类消费量为 78.5 公斤，而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仅为 62.1 公斤。看上去仅仅这一个数据就能将韩国人吃不起肉定性为谣言。然而即使我们不讨论联合国的统计方式是否有问题，仅仅光去看联合国粮农组织自己给出的数据，就会发现韩国比中国多的这部分到底是怎么来的。1946年12月，出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使得人类免于饥饿的目的，联合国成立了粮农组织。为准确把握全球农业发展状况，该组织制定了定期统计各类农业数据的制度。自上世纪50年代，粮农组织每年都会给出有关农业的各项数据，全球人均肉食消费量是最初就被统计的数据之一。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经验，肉类消费的上限往往取决于同肉类产地的距离以及当地饮食文化，而肉类消费的下限则取决于经济水平。如果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经济水平大幅上涨，那么人均肉类消费量也会大幅上涨。然而其上限依然严格受到饮食文化的限制，特别是在那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中，即使两个国家经济水平相当，但因饮食文化差异，肉类消费量也可能出现较大的差距。比如在1990年，日本人均肉类消费量为 38.8 公斤，而在当时与日本人均 GDP 基本相当的美国，人均肉类消费量却高达112公斤。虽然当时日本的人均 GDP 也存在大量的水分，然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还有另一个结论，在人均 GDP 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绝大部分国家肉类消费量就会到达巅峰。此后因饮食习惯再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换，许多国家的肉类消费量就会止步不前，甚至出现小幅倒退。而以日本而言，日本自90年代初人均肉类消费量到达40公斤之后便停滞不前。整个21世纪，日本该数据的变化幅度都极为有限。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粮农组织统计的日本人均肉类消费量仅有49公斤，大幅落后于韩国。然而在几乎所有经济指标上，日本又全方位领先韩国。因此同韩国人相比，日本人不是没得吃肉，反而确实是不喜欢吃肉。但观察韩国肉类消费量就能发现，过去的韩国人是真的没得吃。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回中韩。联合国粮农组织2022年的数据似乎确实能证明韩国在吃肉这件事上比中国与日本都要豪横。然而稍稍把目光稍微往前移动一些，就能发现韩国依然处在肉类消费快速增长的时代，韩国人对肉类的需求依然远大于韩国当前的供应。早在1980年，日本的人均肉类消费量就已经超过30公斤，达到今日日本消费量的 60% 以上。而同期的韩国仅有 12.9 公斤，不仅不如当时人均 14.6 公斤的中国，甚至还比不过当时的朝鲜。1980年，韩国的人均 GDP 是中国的4倍以上，并且在此后的近20年，这一数据都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伴随着强劲的经济，韩国的肉类消费量也在快速上涨。2000年，韩国以 1.2 公斤的优势在吃肉上第一次赢了日本。但是回过头来一看，韩国在发展了20年之后，同中国的差距居然从1980年的 1.7 公斤变为了2公斤。实际上，中韩的人均 GDP 差距虽然长期存在3到10倍的巨大差距，
然而在肉类消费量上，不管是消费数量还是增长幅度，韩国自1970年到2020年从未在联合国的统计口径里压到过中国。直到中国肉类消费量逐渐见顶，发展方向从提升消费量转变到优化消费结构之后，长期缺少肉类消费的韩国才在这一数据上接近并小幅反超中国。然而，落实到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当中国人的饮食目标已经开始向不属于统计口径的各种动物内脏以及高级肉类加工品转变时，韩国却还把炸鸡当为国菜。实际上，韩国人不仅在吃肉上抠抠搜搜，在吃菜甚至吃饭上，相比中国而言都要寒酸得多。真实原因在于韩国虚高的 GDP 背后低到可怜的粮食自给率。相比较人均 GDP 数据，粮食自给率才能真正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吃得好，而韩国则是少有的 GDP 大幅上扬的同时，粮食自给率却大幅下跌的国家。在汉江奇迹开始前的1960年代，韩国的粮食基本能保证自给自足。然而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以及整体人口规模的膨胀，让韩国粮食自给率在1965年降低到 100% 以下，并且在接下来一路走低。到2010年左右，韩国整体粮食自给率仅有 42%， 主粮中的大豆、玉米与小麦几乎全部来自进口，养殖用的饲料更是有 76% 来自境外。2010年不是韩国粮食自给率的谷底，在2020年之后，韩国粮食自给率一度跌破 20%， 甚至连同样缺粮的日本都比韩国高出1倍。粮食与肉类供给不足尚可进口，因保鲜成本过高，蔬菜很难全部依赖进口。结果是除了白菜、大葱与卷心菜等可以从中国就近采购的品种，其余蔬菜在韩国的价格都高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5块钱一根的胡萝卜，10块钱一根的黄瓜，在韩国都是正常价格。在某些季节，一个西瓜动辄100块人民币也并不是天方夜谭。搞到最后，即使韩国的平均工资数倍于中国，赚韩元花韩元，让韩国人在食品上的负担一点都不比中国小。雪上加霜的还有韩国本土农业协会，为了让韩国农业不至于崩溃，还要求韩国政府在限制农业进口的同时抬高农产品售价。因此，进口而来的农产品价格虽远低于韩国国内生产成本，在拿到市场上之后，韩国人也一点都享受不到进口农产品的低价。低自给率加上强大的农业协会，最终结果就是韩国人在吃上处处不如中国。所谓的发达国家在吃上丢人丢到了家里，但发达国家也不愿意背韩国人的锅。与其说发达国家这一概念的成色不足，不如说是韩国在丢发达国家的脸。在发达国家里，开放农业与粮食自给只要能搞定一个，那么国民在食品上就应该没有任何压力。比如在人均 GDP 仅比韩国高出 30% 的老牌发达国家法国，因其粮食自给率在主要大国中排名第一，所以不仅蔬菜的平均价格仅为韩国的一半，同时肉类消费量在上世纪末就突破了100公斤。而另一个食品几乎全靠进口的发达国家新加坡，因为本土几乎不存在农业，自然也就没有强有力的农业协会。不需要为农业从业者兜底的新加坡，在食品上也不存在韩国那么多限制。因此新加坡的蔬菜水果虽然也不便宜，但比起韩国还是好了很多。因此虽然韩国人并不是穷的吃不起肉，但在韩国面前，中国确实可以说我们更好地解决了食品问题。在故事的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中，中国人均蔬菜消费量自2000年开始，在世界范围内都高居前3乃至第1。人口占比不到1/5的中国，消耗了全球1半的蔬菜。不管是比中国富的国家，还是比中国穷的国家，都不能像中国那样敞开了吃菜。所以，当我们以中国人的视角感觉韩国食品匮乏时，或许并非韩国食品真的匮乏，而是中国才是吃上面的发达国家。讨厌中国还疯狂认中，韩国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据韩国外交部在早年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旅居中国的韩人韩侨人数就达到了 258.6 万，占到了当年海外韩人韩侨总数的 36%， 位列世界最多。中华韩人协会还曾透露，目前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韩国人大概有30至40万，如果算上短期居住者，数量或许能达到10倍以上。要知道2023年韩国总人口数才5000多万，这么一估计，可能有接近1/10的韩国人选择来到中国，显然这是极为不正常的。毕竟现在在网络上，许多韩国人对中国都抱有极深的敌意，那种溢于言表的讨厌之情几乎比比皆是。那为何韩国人这么讨厌中国，最后还要抢着来到中国呢？对此，或许韩国国内近期的一场骚乱能够给出答案。
韩国人疯狂润中背后隐藏着的，恰恰是如今韩国社会深刻的苦痛。如果今天我不站出来说话，那么明日我就会失去说话的权利。新年刚刚开始，韩国国内就又闹出了大乱子。据多方媒体消息报道，在韩国政府日前宣布2025年全面扩招医学生后，韩国国内医学界上下震怒。截至于当地时间2月19号，已经有100家医院合计6415名医生因为此事递交辞呈。5所首尔大医院联合决定暂停工作，以是对政府决定的抗议。毫无疑问，韩国医学界的这番举动势必会让韩国本就紧张的医疗资源再次雪上加霜。因此，一些韩国政客直言，这是一起针对青瓦台的逼宫行动。韩国总统尹锡悦更是在镜头前愤怒地表示，现任政府绝不会像前任政府一样姑息医疗界的集体行动，医疗界斗不过国民。事实上，韩国因为医改事件爆发骚乱早已悉数平常，可以说几乎每一次政府要对医疗行业展开行动之时，都会引起对方的针锋相对。但如果抛开其他因素不谈，韩国政府的行为是错的吗？显然不是。据韩国保健福利部发布的数据，2015年韩国每1000人对应的临床医生数量仅为 2.2 人，远低于 OECD 成员国的平均值。因此，在紧张的医疗资源下，许多患者往往需要承担更高的费用才能得到及时治疗。例如，在2017年，韩国就有46万名患者的医疗总费用超过500万韩元，不少韩国家庭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而支离破碎。对此，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甚至曾满含热泪地说道，韩国政府绝对不会让因为高额医疗费导致家庭破碎的情况再次发生。哪怕是后来竭力想要抹去前政府痕迹的尹锡悦上台，也依然坚持保留了在医疗方面出台的政策。由此足以见得韩国医改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成功与否甚至关乎着现政府的执政成绩。只不过这种改革势必要牺牲现有医生们的利益。其实韩国医疗行业的福利待遇并不低，同样是根据韩国保健福利部门给出的数据，韩国医生的平均月工资能够达到1304万韩元，约合 7.75 万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其他行业普通上班族平均工资的4至5倍。所以哪怕医疗行业扩招，也依然能够让大部分医生过上比普通人富裕的生活。医生们拼死抵制看起来有点无理取闹，但是结合韩国的实际情况再一看，就会发现这些医生的反应也情有可原。因为如果要以当地消费水平为标准的话，高工资的医生依然要面临巨大的压力。就拿买房这件事情举例，根据韩国央行统计，在2023年的第2季度，韩国40岁以下青年人人均家庭贷款7900万韩元，其中 70% 都来自于房贷。然而与这个数据相对的是，在2023年5月就有126万名韩国人失业，其中一半以上都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于是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许多韩国年轻人都陷入到了断贷的恶性循环当中。医疗行业由于其不可取代性以及的稀缺性暂时未受波及，但未来呢，伴随着医改的进行，越来越多的新人涌入这个行业，自然会引起医生们的恐慌。正如一名韩国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如果今天我不奋起反抗，那么明天我就会饿死街头。除了高昂的房价之外，韩国人面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根据韩国媒体的统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兼并，目前韩国全国 83% 的土地都掌握在 5% 的精英阶层手中，而且国家压根儿没有能力赎回。所以韩国的普通人想要安身立命，唯一的办法只有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那少数的上层人。基于这一点，许多韩国人都在埋怨医疗行业的暴利，嫉妒医生们的高工资，但他们又何尝没有遭受更上层的剥削呢？这何尝不是一场被精心设计的底层内斗呢？不过话说回来，倒也不是所有韩国人都是那么死脑筋的。既然这片土地上没有生存的地方，那为什么不走出去呢？而这便是韩国如今移民浪潮的由来。根据韩国移民局的统计，在最近的10年时间里，人口5000多万的韩国就向海外输送了600多万的移民，平均1年60万。在20至30岁的年轻人群体当中，移民更是遭到了强烈的追捧。56%的人有移民想法， 70% 的新婚夫妻已经开始计划移民。难怪英国学者大卫·科尔曼敢大胆地做出预测，韩国或将成为全球首个自然消失的国家。韩国每年有这么多的移民，他们都去哪儿了呢？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才是韩国人的首选，毕竟背井离乡怎么也不能自降生活水平，而且他们也自认为在这些发达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能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应用。但就现实情况来看，这种心态更像是韩国人的自作多情。例如前段时间美国爆发的那场非法移民闹剧，众所周知，美国一直都对移民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有时想要申请一张签证都会被各种卡脖子。
事实上，相比之下，美国的精英们可能更欢迎那些能够承担底层工作的廉价劳动力，而非会分享美国社会红利的中层精英。所以久而久之，韩国人就对美西方国家不再热衷，润中便逐渐成为了一股潮流。对于韩国人来说，来到中国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两国文化相近，能够更好地帮助韩国人融入中国社会。对于韩国人来说，在熟悉中国文化的时候，比起陌生的美国文化要更加轻松，更加能够接受。更别提相较于美国，中国实在不要太安全。今年2月14号，美国春晚超级晚盛典如期召开，结果不出意外的又出了意外，2名嫌疑人朝着人群开枪，致使1人死亡，21人受伤。截至目前还有8人未脱离生命危险。在美国，枪击案的发生几乎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稀疏平常。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谁会率先到来，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像其他国家如果发生类似的事件，通常都能找到原因，可是在美国，呼吸可能都是一种犯罪。所以这也是现在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后惊叹于中国安全，并选择留在中国的原因。韩国人自然也不会例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则是韩国人骨子里的傲慢。许多韩国人认为相较之下，自己在中国更具备技术优势，这点实际上最能反映在医疗，特别是整形医疗方面。由于近年来韩国明星的走红，韩国整容技术在中国甚至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许多人不惜花费重金专程跑到韩国整形，一些有韩国医生冠名的整形医院亦往往能够得到更多人青睐。可是韩国医生真的有传说中那么神乎其神吗？显然不是。近些年来，各种韩国医生操刀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人民日报甚至曾报道过一些二流三流韩国医生来华无证行医，只为练手的新闻。由此可见，过于的迷信往往不仅不能达成目标，反而还会加大受害的风险。万一发生事故，很有可能会吃硬亏。所以从这里不难看出，韩国人自信的技术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有优势。面对这么多的韩国人来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少韩国人讨厌中国，同样的也有不少中国人讨厌韩国，甚至这种讨厌上升到了一概而论的地步。可是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对的。就比如韩国的整形医生，我们不排除有一些菜鸟混淆视听，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认可一些韩国的顶尖整形医生确实有着鬼斧神工一般的技艺。扩大到其他行业来说，拥有鬼斧神工技艺的后者，显然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人才。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家，不管是韩国人也好，美国人也罢，甚至就连日本人，只要拥有一技之长，且对中国不怀祸心，我们都应该愿意与之成为朋友。这才是一个大国公民应该拥有的胸襟。